提康德罗加级沉了。在2026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中，最有看点的就是美军将退役的莫比尔湾号当作大型靶舰，并将其击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军对莫比尔湾号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海陆空前多维度饱和式打击。最终，这艘提康德罗加级沉没在了4500米的海底。那么，在演习期间，莫比尔湾号到底遭遇了什么？提康德罗加级的抗沉能力到底有多强？一艘近万吨级的军舰到底要挨多少打才会彻底沉没？在2026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中，美军给出了答案。本次军演中，满载排水量接近9600吨。冷战中战功赫赫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成了联军的沙包。为了把这艘攻军舰彻底送入海底，多国联军把它拖拽到了夏威夷考爱岛附近，随后就是惨无人道的火力覆盖。在击沉演习正式开始的前一天，莫比尔湾号就已经开始遭罪了。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第919特种作战联队的 AC-130J 用105毫米榴弹炮和30毫米机关炮给莫比尔湾号洗了一个澡。击沉行动正式开始后，联军的空中打击编队进场。美国海军的超级大黄蜂在防区外直接发射了 AGM-158C 专打军舰的雷达和指挥中枢，紧随其后的则是美国陆军的阿帕奇。你没听错，陆军也跑来凑热闹了。阿帕奇挂载了长钉导弹，对着巡洋舰的薄弱部位就是一顿贴脸输出。这还没完，澳大利亚海军悉尼号上的2架海鹰也升空了，2架直升机绕着靶舰，把挂载的多枚地狱火射在了舰体上。天上炸完了，水面舰艇开始排队。澳大利亚的悉尼号率先开火，发射了 NSM 海军打击导弹。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并没有，多国地面部队早就已经在岸上的阵地架好了炮管。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从陆地上向几十海里外的巡洋舰发射了海马斯火箭炮，对，就是那个在乌克兰战场上把俄军炸出心理阴影的海马斯。与此同时，日本的U2式岸基反舰导弹也加入了这场狂欢。压轴出场的则是加拿大皇家海军的科纳布鲁克号潜艇，它在水下发射了一枚 MK48 重型鱼雷，完成了最终的补刀。经过这一系列袭击，莫比尔湾号沉入太平洋。不过，演习仅仅是演习，如果在实战中想要击沉提康德罗加级，需要多少枚导弹？先说答案，仅靠反舰导弹很难彻底击沉提康德罗加级。在演习中 ，AGM-158C 长钉导弹、地狱火、海马斯以及U2式相继击穿了莫比尔湾号上层建筑的舱壁，巨大的爆炸撕裂了铝合金与钢材复合的结构。曾经高耸的主桅杆被炸断，先进的雷达天线被连根拔起，引以为傲的战情指挥舱面化为一片废墟。水线上方的船体外板被炸出了无数个贯穿破口，但这艘9600吨的巨舰依旧没有沉。像 NSM、LRASM、鱼叉，甚至是战斧这些反舰导弹，它的设计理念是半穿甲和瘫痪，带着几百公斤的高爆弹头穿透军舰的船壳，在内部的舱室里起爆，任务是引发大火，摧毁精密的雷达电子设备，把作战指挥中心炸成渣。受限于战斗部的当量，这些导弹根本无法像战列舰的406毫米主炮那样依靠动能直接把船体撕成2截。更关键的是，导弹命中基本都在水线以上，很难直接破坏军舰底部的核心水密隔舱。而且这次是打靶舰，莫比尔湾号内部的燃油和弹药早就被抽得干干净净，导弹命中后无法引发那种足以毁灭全舰的连锁殉爆，或者持续几天几夜的大火。只要主水密隔舱还是完整的，浮力还在，这艘废铁就能一直飘着。不过在实际作战时，反舰导弹的任务并不是让军舰沉没，而是让这艘军舰失去作战能力。只要做到这一点，导弹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想要真正的击沉军舰，那就要重型鱼雷出手。和反舰导弹不同，鱼雷不会碰军舰的侧舷，而是钻到军舰主龙骨的下方。鱼雷起爆后会引发水下爆震和超高压气泡，直接把万吨军舰从水面上地顶了起来。紧接着气泡坍塌，军舰失去支撑，重重砸下。这一起一落，龙骨破裂是肯定的。紧接着船体发生不可逆的结构破坏，舰体底部被撕裂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成千上万吨的海水在水压的逼迫下倒灌进主机舱和相邻的主水密隔舱。那一刻，所有的浮力设计，所有的水密门全部宣告失效，军舰只能宣告沉没。当然，即使是实战，莫比尔湾号也能硬扛下几十枚导弹不沉。用现代眼光来看，提康德罗加级其实也是一个缝合怪，直接套用了斯普鲁恩斯级的舰体，这是全钢制造的底子，本身就具备极高的抗沉标准，内部有着极高密度的水密隔舱。反舰导弹通常都是掠海飞行，打中的是水线以上的船体，导弹在里面爆炸引起大火，但很难把水线以下的隔舱全部炸碎，
只要下面没漏透，这船就沉不了。它的4台 LM-2500燃气轮机被放置在2个完全隔绝的轮机舱里，除非是被鱼雷从下面一锅端，否则仅靠导弹很难同时把2个机舱都报销。虽然战情指挥中心因设计限制未能像伯克级那样埋在吃水线以下，但也裹着凯夫拉。莫比尔湾号也是美军较早大规模应用凯夫拉装甲的军舰。此外，连灭火的海水总管都在左右舷各备了1条，炸断1条，另1条还能喷水。不过，同样是万吨级巡洋舰，提康德罗加级那么硬，为什么莫斯科号被乌克兰2枚海王星导弹轻轻一碰就烧成了黑海的潜水艇？火力军只能说设计、传感器以及损管能力都不行。光荣级的甲板前部2侧直接裸露着16个重型反舰导弹发射筒。这等于在自己的甲板上绑了16个装满高能火箭推进器与超大高爆弹头的火药桶，海王星导弹都不需要打穿它的核心舱室，只要击中舰体引燃大火，火势一旦蔓延到甲板，这16个暴露在外的火药桶就会发生殉爆。莫斯科号那是自己把自己给炸沉的。至于防空感知，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莫斯科号的核心远程防空火控雷达波浪只能提供180度的扇区覆盖，背后存在盲区，只要不转动船体，它后面就是个瞎子，被炸了也实属正常。最关键的还是损管，导弹命中后引发了大火，这群俄罗斯士兵慌了，老旧的舱室密封早就失效，大容量机舱根本没有阻燃隔离，大火毫无阻碍地烧进了内部弹药库。在一连串剧烈的殉爆中，莫斯科号的船体结构被炸得稀烂，大量海水疯狂涌入，最终沉入黑海。不过归根结底，莫斯科号的沉没还是俄罗斯没跟上时代。军舰抗沉能力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漫长且惨痛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硬扛到后来的裸奔，再到现在的系统集中于与隔离。而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提康德罗加级也有自己的弱点。在1战、2战时期，战列舰称霸海洋，那时候的防沉理念就2个字：硬扛。那时候海战用的都是大口径穿甲舰炮和早期鱼雷，为了保命，军舰采用的是重装甲路线。设计师们用几十厘米厚的特种合金钢包裹军舰的弹药库和轮机舱，在水线下，军舰设有多层空心或者装满液体的防雷突出部，生吃鱼雷爆炸的能量。如果一侧被炸漏进水，导致船体倾斜了，损管人员甚至会主动向另一侧的舱室注水，用对称注水的方式来保持平衡，主打一个皮糙肉厚耐折腾。不过这种设计并没有持续太久，时代变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反舰导弹横空出世，各国海军都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装甲无用论。在反舰导弹的巨能破甲弹头与超音速动能方面，军舰无论贴多厚的钢板都一样，一捅就穿。更难受的，随着防空压力的增加，军舰必须安装庞大沉重的雷达和电子战设备，而且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些铁疙瘩必须装在军舰最高的位置，这就带来了一个难题：重心过高。如果上面太重，军舰遇到大风大浪，甚至打个急转弯，都可能直接翻船。为了再塞进更多雷达与保持船体不翻之间寻找平衡，设计师们在当时找到了一个替代材料——铝合金。这东西的重量只有钢的1/3，只要把水面以上的上层建筑全部用铝合金来造，就能省出好几百吨的重量配额，把大雷达顶在头上。在当时，大家都认可了这个想法。美国提康德罗加级以及大批英国军舰都用了这样的设计，但是他们用铝合金时少算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火。铝合金有3个缺陷，第一是熔点极低，军舰用钢的熔点通常在1400度到1500度以上，而铝合金大约在660度左右就会开始融化。第二是提前丧失结构强度，铝合金不需要等到融化，只要火灾温度达到200-300摄氏度，铝合金就会变软，像面条一样，彻底丧失承重支撑力。第三就是助燃性，在反舰导弹爆炸产生的那种2-3千度的高温下，铝合金不仅会融化，在极端条件下还会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那画面看起来就像是军舰的金属外壳自己在燃烧。铝合金的问题在1982年彻底暴露。那一年，英国皇家海军万里迢迢远赴马岛，与阿根廷海空军展开了血战。在这场战争中，薄皮大馅和铝合金让英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羚羊号与热心号，这2艘属于英国最先进的21型护卫舰，它们的上层建筑就是典型的全铝合金制造。在遭到阿根廷战机投掷的航空炸弹命中后，军舰内部引发了熊熊大火。在炸弹爆炸和火焰的高温炙烤下，这2艘军舰的铝合金上层建筑迅速软化、坍塌、熔毁，内部的火灾根本无法扑灭，整个上层结构向内塌陷，封死了损管人员的逃生和救援通道。最终，这2艘先进战舰沉入了冰冷的大西洋。
还有一个极致的反面教材，那就是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这艘舰被阿根廷战机发射的一枚法制飞鱼反舰导弹精准命中。说到这儿，火力军要辟一个谣。多年来，很多媒体误报说谢菲尔德号也是铝合金融化沉没的。其实它是全钢结构，它最大的问题是皮薄。这种薄皮战舰在导弹面前更脆弱。当时这枚飞鱼导弹打穿了谢菲尔德号极薄的船壳，并钻入舰体内部。好消息是，这枚导弹的弹头竟然出现了故障，没有爆炸，这一枚哑弹。坏消息是，这枚哑弹还在烧，尾部的固体火箭推进器还没燃烧完，喷出了极高的温度，点燃了军舰内部的 PVC 电缆绝缘层、舱室隔板和各种化工塑料。由于没有装甲保护，也没有重型防爆隔舱，毒烟和烈火顺着通风管道蔓延全舰，最终沉没。一艘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防空驱逐舰，居然被一枚没有爆炸的哑弹活活烧成了废铁。马岛海战的画面传回五角大楼后，全球海军，尤其是美国海军，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们意识到，拦截导弹当然是第一要务，但如果拦截失败，被导弹咬住，军舰必须得能扛得住火灾和爆炸。从那以后，全球军舰的设计规则被彻底改写，这就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军舰方程理念。现代军舰知道自己扛不住反舰导弹的穿透，于是方程理念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不被击中，击中不殉爆，进水不沉没，沉没前还能反击。首先是主动防御优先，靠宙斯盾系统、防空导弹、近防炮和各种高科技电子战把导弹拦在外面。其次是结构隔离与冗余，现代军舰内部划分了独立水密隔舱，哪怕相邻的3个舱室全部被炸穿进水，军舰依然能保持浮力不沉。还有动力分舱设计，以前发动机都塞在一起，现在核心的燃气轮机和发电机被分别安置在船首和船尾2个物理隔绝的机舱内。导弹炸毁一个机舱没关系，另一个机舱照样能提供动力和电力，让你开着残血的军舰逃跑。同时，全球海军开始全面封杀铝合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铝合金上层建筑，全面回归全高强度钢材建造。比如美国后来建造的伯克级，为了保命，全是用厚重的钢材造的，即使重心变高了，造价贵的离谱也在所不惜。虽然防不住导弹直接穿透，但现代军舰引入了凯夫拉装甲，在内部的作战指挥室、弹药库这些比较重要的地方贴上了厚厚的凯夫拉防弹复合材料。这玩意儿不防导弹，但能完美挡住导弹爆炸后产生的金属破片，防止一发导弹把整个指挥班子全带走。最后就是阻燃材料和自动化损管。军舰内部所有的电缆、油漆、内饰全部强制更换为无毒、低烟、高阻燃的军用标准材料。面部全件的火灾和进水传感器，配合能在几秒内自动喷淋水成膜泡沫、气浮丙烷的灭火系统，以及全自动关闭的水密门，把损管做到了极致。所以说，今天大家看到的现代军舰上那些防火和全钢设计，全是当年马岛海战的教训。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作为冷战时期的设计，提康德罗加级的上层建筑也是铝合金，这一点也是其最大的弱点。为了把那套重达数百吨的宙斯盾 SPY-1强行塞进斯普鲁恩斯级的旧舰体里，美国海军只能疯狂削减上面的重量，结果就是提康德罗加级的整个上层建筑大量使用了铝合金。在当时技术下，这是平衡重量与功能的唯一选择。虽然后来也想过使用钢制上层建筑提升生存性，但因伯克级研发优先，从未落地实施。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果在高强度实战中，一旦几枚反舰导弹命中，它的铝合金上层建筑引发的几千度大火会迅速让铝合金融化坍塌。而且由于铝和钢的热胀冷缩系数不同，这些服役了几十年的老舰上部早就布满了应力裂纹，导弹一炸，整个上层结构极易发生灾难性的结构坍塌。至于为什么在演习中导弹把它上层炸成了烂泥，它还不沉，因为那是空船，没有弹药殉爆。并且与莫斯科号相比，提康德罗加级的抗损管能力做到了极致，起火归起火，沉是不可能沉的。想要真正物理抹除它，必须得靠潜艇的重型鱼雷。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莫斯科号那么快就沉入海底，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